各位，我给大伙说过一个事儿，是吧？我说中国呀，现在不需要盟友，只需要小弟，而且是那种贵资比较标准的小弟，对吧？我曾经给大伙说过，我说中国的军事力量那是冲着干翻全世界去的。好多中国网友都看错了，老觉着呢现在一提起来说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是联盟，可是你别忘了，这个4国的轴心概念那是西方强加给中国头上的。你说邪恶联盟轴心是他们说的，是轮子说的，你们知道吗？中国从来没有认过啊。所以那些中国社会底层的天天扛大个都吃不饱饭的鸡血游行所，老是跑到我这频道里说，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让普京吃得饱，宁可中国不长草也要让神棍伊朗过得好。所以呢，这些人呢不是爱国者，而是爱国贼他跟中国政府老是反着弄要不说英雄所见略同呢，对吧？同为国师。当然了，我是属于油管的野生国师。金灿荣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金先生是怎么说的呀？朝鲜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大哥，从来没有，半秒钟都没有。所以朝鲜这个国家本质上是美苏交易的结果。具体讲呢，这个国家是苏联红军创造的，这个政权是苏联红军创造的。就反过来呢，朝鲜人心目当中永恒的高德发的就是教父是苏联人。朝鲜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大哥，从来没有，半秒钟都没有。所以中国有些网民还觉得我们是他大哥，这个心理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那么苏联既然扶持这个国家，后来就真帮他，所以在整个冷战时期呢，苏联对他有工业投资，而且呢为他的工农业产品进入苏联市场、进入东欧市场创造条件。这样又打下了这个工业基础。他的那个原来的领袖还是就是特别有抱负他始终还是有统一韩国，然后成为民族英雄的梦想所以他们很早就进行那个核能方面的技术储备。1955年，这个朝鲜就跟苏联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因为朝鲜那个油矿很丰富，然后呢，他用出售油矿给苏联，换得苏联给他这个技术支持。这个合作从5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到了87年呢，在美国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就中断了这个苏朝核合作但是为时已晚。根据这个美方的数据到87年的时候，朝鲜通过苏联的帮助，已经拥有了2000多位非常优秀的核物理学家，6000多名非常优秀的核技术工人。所以你想，这个国家实际上它那个工业基础有了，对吧？那么具体讲，核能技术又有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冷战以后，这个它内外都很困难，经济也很困难，安全也很困难，他就开始搞核武器了，于是就有了朝核危机。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不是这些国家的大哥一定要记住，中国不结盟。朝鲜的大哥是俄罗斯，不是中国。中亚5国的大哥都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中国背后没有站着任何的小弟，即使巴铁也不算。中国不结盟，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搞错了，觉得中国地缘近、文化熟、经济合作多，朝鲜和中亚5国一定是中国的小弟，俄罗斯才是人家的大哥，你知道吗？朝鲜是靠着军火换技术，和俄罗斯越走越近，中亚5国也更信任莫斯科的军事保护伞。中国始终坚持不结盟，巴基斯坦再铁也不算是严格上的小弟吧。金正恩，朝鲜的掌舵人，自从2011年上台以后，人家靠着核武计划和强硬的外交稳固地位，频繁的现身阅兵场，检阅整齐的军队，背后的国旗猎猎作响，他的外交动作大胆。2018年
与川普会晤，展现了灵活的手段。近年来目光转向了俄罗斯。2023年9月，他乘专列访问了俄罗斯远东，抵达了东方航天发射场，与普京会面，两个人握手长达30秒，背景是火箭发射架的巨大的轮廓。2024年6月，普京回访平壤，金正恩亲自迎接，车队穿过装饰着两国国旗的街道，气氛热烈。普京是俄罗斯的长期领导人，掌控了克里姆林宫20余年。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急需盟友，朝鲜主动的靠拢成为了重要的筹码。2023年的会晤中，普京与金正恩在发射场并肩而行，讨论武器的交易。2024年，普京在平壤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承诺互相防御。俄罗斯的军事技术支持让朝鲜的导弹精度显著提升。普京的外交风格强势，频繁检阅军事装备，巩固与朝鲜的战略纽带。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始终是克制的。经济上，中国是朝鲜的重要伙伴，提供粮食和能源的援助。吉林的延吉的货车满载大米和石油，定期的运往边境口岸。但在军事和政治上，中国始终保持着距离。2023年朝鲜试射导弹以后，中国外交部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呼吁双方保持克制，没有深入的介入。那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强调稳定，避免被朝鲜的冒险行为拖入冲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虽然存在，但更多的是历史的遗留。中国从来没有公开承诺军事支持，朝鲜的不可预测性也让中国谨慎，宁愿维持经济合作，也不愿意称其为后台。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历史上是苏联的一部分。俄语的教育和制度影响深远。2022年哈萨克斯坦骚乱的时候，俄罗斯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立刻出兵稳定局势，士兵荷枪实弹地控制了城市的要地。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空军基地，战机是排列整齐，维护人员忙碌。2024年，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冲突，俄罗斯调停，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停火协议。中国则仅发表声明，没有采取行动。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中亚的铁路投资、公路和工业园区，萨马尔罕的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但这些项目经济项目没有转化成安全影响力。中亚国家在军事和安全上仍然依靠俄罗斯。巴基斯坦被称为中国最铁的伙伴，但关系仅限于经济和外交。中巴经济走廊的瓜达尔港项目，集装箱堆积如山，起重机昼夜运转。2023年，巴基斯坦的总理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的经济协议，但中国明确强调平等互利，没有涉及到军事承诺。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获得中国的外交支持，但没有军事背书。中国的不结盟原则贯穿始终，拒绝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靠山，即使面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也不例外对吧？是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是源于冷战后的外交实践。1993年与巴西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与俄罗斯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扩展至欧盟、东盟。中国的伙伴关系体系分为多个层级，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高，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次之，但从不涉及到军事同盟。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中常独善其身，2023年否决了针对朝鲜的制裁提案，但没有公开力挺。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外交更像是帮派式的联盟，通过军事援助和基地维持影响力，如叙利亚和中亚的直接介入。这种模式让朝鲜、俄罗斯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但也消耗了巨大的资源，尤其是在乌克兰的战场。2025年朝鲜与俄罗斯的合作持续加深。金正恩和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中国的原来会晤检阅俄制装备，朝鲜导弹的精度提升，发射场的设备更新。金正恩继续高压统治，
核武计划呢稳固政权，普京呢在乌克兰战场受挫，朝鲜的炮弹士兵成为重要的补给，库尔斯克前线出现了朝鲜的士兵的身影。中国呢则保持与朝鲜有限的经济合作，边境贸易正常进行，但在联合国仅以否决票支持朝鲜。中亚国家呢继续依赖俄罗斯的安全保障，哈萨克斯坦的俄式基地戒备森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电站建设深化经济联系，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稳步推进，但没有军事承诺。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是要避免冲突，灵活的应对全球的局势。中国的外交像个稳重的生意人，不拉帮结派，不喊口号，只做实打实的合作。朝鲜和中亚5国选择俄罗斯做大哥，中国也不想做大哥，大伙儿明白了吧？对吧？有人说，那你不结盟的话，那真的是北约打你的时候呢？我不是说了吗？中国的军队的建设的目的就是干翻全世界，而且这个目的很快就能实现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